大家好，我是萨姐，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款高颜值、味道超级浓郁，但做法简单的咖啡奶油蛋糕。不用担心蛋糕塌陷，也不需要抹面，一次过教会你做出4种不同的造型，是绝佳的下午茶茶点。食谱我放在视频下方的文字描述区里。先来制作蛋糕片。碗里倒入 espresso 咖啡和常温水，搅拌到咖啡完全融化，再倒入植物油。现在的油是浮在表面的，完全油水分离，不断搅拌2到3分钟，直到充分的乳化。加入少量的可可粉，继续搅拌。大家千万不要用巧克力粉替代可可粉，因为成分和口味完全不同。等可可粉完全溶于油里，分几次筛入低筋面粉，不需要用力搅拌，用 Z 字方法搅拌可以避免面粉起筋。见不到干粉即可。取4颗60到65克左右的鸡蛋，分离蛋白和蛋黄。冷藏的鸡蛋会比较容易分离，而室温的蛋白会比较容易打发，所以可以分离之后将蛋白室温放一会儿，分2次加入蛋黄搅拌。咖啡糊变得细腻丝滑起来，全部加入蛋黄之后，提起搅拌头是比较快速流下的状态。将烤箱预热至150度，蛋白里倒入少量的柠檬汁，能让蛋白霜更加的稳定。先中高速将蛋白打发成较粗的泡泡，体积明显的变大。加入1/3的细砂糖，继续中高速打发。蛋白霜里的泡泡开始变得细腻，再加入1/3的细砂糖，中速搅拌，直到纹路开始变得细腻。提起搅拌头再看一下状态，是比较坚挺的大弯钩状，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湿性发泡。加入剩余的糖，改成低速搅拌。记得最后一次加入糖之后，就需要不时的提起搅拌头，以免打发过头。今天需要打发成中性发泡，就是这样的小弯钩状。取1/3的蛋白霜加入咖啡壶里，用翻拌的方法由下至上的翻搅，直接倒入剩余的蛋白霜大盆里，用同样的方法继续的搅拌，直到完全见不到白色的蛋白霜。也可以用切拌的方法将大块的蛋白霜和咖啡糊完全的搅拌均匀。底部经常会沉积一些咖啡糊，如果没有搅拌好的话，就容易造成布丁层。如果因为翻拌手势不正确导致消泡的话，蛋糕糊的质地也会比较稀，流动性比较高。今天需要用比较浅的烤盘来烤这个蛋糕片，垫上油布，用烘焙纸也可以，不过底部会没那么平整。倒入蛋糕糊，是这样顺滑的流下，不厚也不稀。用刮刀刮平。这个烤盘的尺寸是37厘米乘24厘米乘以2厘米。大家有不同尺寸的烤盘，只需要将长、宽、高相乘除以我这个烤盘的尺寸，得出的倍数再乘以配方里食材的分量就可以了。轻震1-2下，去除蛋糕糊里的小气泡。将烤盘放入烤箱的中层，150度烤25分钟。烤盘的深度、烤箱的大小都会影响这个蛋糕片具体烤制的时间，请大家自己进行调整。出炉之后，马上转移到架子上放凉。放凉之后，表面铺上烘焙纸，翻面，揭去油布，切去4边之后，现在蛋糕片的尺寸是33厘米乘以21厘米，切成3等份。现在来制作咖啡奶油。碗里倒入 espresso 和可可粉，
加入常温水混合融化。奶油里倒入糖粉，先中高速打发，直到奶油变稠，可以快速的流下。就加入咖啡壶，改成低速搅拌几十秒，很快奶油就出现明显的纹路。提起搅拌头是直立的小尖角状态，就可以用来做咖啡奶油夹心。每片蛋糕片上均匀地抹上咖啡奶油。大约1厘米厚。表面全部抹好之后，将四周多余的奶油薄薄地抹平即可。等奶油定型之后，需要将四边进行切割，所以不用担心四周抹得不平。剩下的咖啡奶油和蛋糕一起放入冰箱冷藏1个小时。今天我们会做4个简单的造型。准备1小块黑巧克力块，磨成小碎末，一会儿备用。取50克黑巧克力粒，隔热水融化，搅拌到全部融化，没有一点颗粒。倒在石板上或者不锈钢面板上，用刮刀刮平、刮薄。放入冰箱冷藏，直到巧克力变硬。用刮刀从底部刮成巧克力卷片，避免用手直接的接触，以免融化。裱花袋里加入裱花嘴，放入咖啡奶油，如果不够，可以加入少量的奶油，重新搅拌一下。蛋糕从冰箱里取出，切去4边之后，切成4等份。现在就来做最后的装饰。第一块裱花嘴开口位置朝上，挤出缎带的造型。第2块和第3块都撒上薄薄的一层巧克力碎末，其中1块表面放几片巧克力卷片，最后在第1块和第4块表面撒上可可粉，用薄荷叶以及蓝莓作为点缀。4种不同造型的咖啡奶油蛋糕就做好了，每一块都散发着浓郁的咖啡香味。松软的蛋糕片夹杂着好像冰淇淋口感的咖啡奶油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。如果您喜欢的话，可以在家做完发照片到我的 Facebook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。我们下集再见。